第5幕及第6幕，我们将进入这整个课程最精彩，也是最具有批判思考特色的2个思考家德希达的解构与傅柯的权力论述。现在我们进入第5幕第1场，德希达的解构1。提问：何谓解构？我们整个的课程，今天是我非常兴奋的一天，因为我即将介绍连续3场非常精彩的思想家，也是我们整个西方当代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底。那有德希达的解构，以及德勒兹因瓜达里的渔网机器，都是非常精彩也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来期待的每一场的展演。那我们先请同学来提问。到底什么是所谓的解构？我常读到解构传统、教育、媒体或女人等。解构是不是等于破坏跟摧毁？那差别在哪嘞？解构作为一种创意的阅读方式，有没有具体的定义？有操作的步骤吗？在回答这些同学提出来的具体问题之前，我来先讲一个小故事。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了当时在剑桥读书的一个读哲学的一个朋友。那他本身是个精神科医师，拿了公费到 Cambridge 读了一个哲学博士。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是一个医学背景的人，如何到一个哲学的系所读博士？那他的答案很简单，对我来讲，那是一个跨领域不同的天，不同的世界。他说他对哲学、对智慧一直都很有兴趣。那对他来讲，到英国读西方哲学，只是把智慧的概念转成英文，即转成这些国外的哲学家的语言。但有了概念，他读任何的哲学都如鱼得水。我相信各位同学、各位学员在看完我一系列的影片之后，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所有的文学理论或者哲学之所以是一个很难懂的概念，都是因为我们试着用文字去捕捉那个概念。如果倒过来，你先有概念，文字就容易了。所以我们一系列的课程，事实上都必须强调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构各位对任何任何主义、任何理论的概念。各位还是要从这个概念里面去阅读我们文学理论提供的书单上的书籍，然后强化自己对这样每一个理论的认识。那德希达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创意概念的一个概念，叫解构。那我们未来这3周的课程都很重视建构各位的概念。那因为这些概念都有一定的深度跟难度，我们会用复杂的东西简单讲的方式来呈现给各位。首先，让我们来介绍谁是德希达。德希达他出生于法属的阿尔及利亚犹太家庭。那他19岁的时候就到了法国巴黎攻读哲学，毕业后也在法国巴黎的哲学系任教。那他这一辈子出版了大概40-50本的书，算是生产量在哲学界非常庞大的一个著作者。那这40几本书里面，只讲一个概念，就是解构。他的解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整个后现代思潮的一个基底。那我们来看看他有多少的著作。在德希达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归纳成2个阶段，一个是早期的解构主义，一个是晚期的解构主义。那早期的解构主义事实上有3本奠定了它的整个基石。第一个是它的 Grammatologies
文字学，第二本是 Writing and Difference 差异语言义，第三本是 Dissemination 播散。那这3本奠定了整个德希达在解构主义的一个思想的基石。那当时这3本是以文本，也就是符号作为一个基底。那他探讨的是文本符号意义的无尽的流动。这是他在早期做解构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那注重的是语言。记得我们在谈文学理论的发展史的时候，整个西方文学有3个阶段 ：work、text、discourse。著作、文本、论述。那它带引的是一个文本、一个符号、游戏的一个概念。那这3本之后，晚期的解构主义有3本很重要的著作，一个是Spectre of Marx 马克思幽灵，这个我们在之前有提过。第2本是 Politics of Friendship， 就是友谊的政治。还有第3本也蛮有名的是动物故我在，是做动物学蛮重要的一个论述。那这3本都建构了晚期解构主义的政治与伦理的面向。从书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充满了很多的参与了当代政治的一个平息，甚至去解构很多政治跟伦理的霸权。那这样的一个论述，我自己在刚毕业时回到台湾，我就写了一本这个学术生涯的第1本书，叫做《晚期解构主义》，就探讨德希达在晚期著作中他的几个重要的观点。好，谈完解构主义，我们来看什么是解构。解构一言以蔽之，就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解构永远是创意的、游戏的，以及对所有封闭的意义框架产生挑战、瓦解，让意义不断的多元开展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很有创意、也有游戏属性的方式，来各位谈什么是解构的概念。有了这个概念，各位再去读德希达的文本，相对应该就会容易很多。我们以我的右手代表的是所谓社会里面的是，我的左手代表的是非，所以苹果占有了是的位置，橘子占有的是非的位置。那你会看到，是永远是高于非的。可是，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浊是今非，任何是与非都没有固定的框架、固定的场所，在不同的时空，在一个时空是对的，在另外一个时空却是错的；在一个时空是被赞扬的，在另外时空却被处分的，甚至是被贬低的。比如说，你杀了一个人，你在一个固定的时空里面是非，你事实上是要被处刑的，判决处刑。可是你在战场上杀人，你却得到的是攻击赞赏。所以浊是今非不只是一个意义在不同框架底下的流动现象之外，任何的人世间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高与低，或者是任何被赞扬的或者被唾弃的任何的意义，都是不断的在交流。那在文本中，你就会可以看到很多的意义是不断的被挑战，浊是今非，是很难被单一的框架所限定，永恒不变。那对德希达来讲，一个文本不只是有这种浊是今非、善恶颠倒的现象，产生了阅读者的一种迷惑、一种困境，人类的价值要重新被思考之外，事实上，如果看整部人类的历史，你会看到浊是今非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交织，而是如同这样的现象。请鼓掌。好，是与非如同苹果与橘子，是不断在时间中交织流动。在任何的小说、电影或者是诗篇里面不断的去撞击，所以没有对德希达来讲，
没有固定的是与非，也没有固定的善与恶，都是不同的情境产生不同的含义，撞击出新的可能性。那这样的框架，我们可以如果用在善恶是非、高低美丑，比如说现代人对美的概念跟古时候人对美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所谓的美丑之外，你对一个任何真理的标准，对德西达来讲也不是固定的。所以我们曾经在讲过，太阳从东边起来，西边落下，是不是真理？那我们以这个硬币台币来做一个比喻，这个50块代表的是东，10块钱代表的是西，那5块钱代表是北，那1块钱代表是南。那我们有了东西南北之后，我们都知道你在身处在这个地球表面上，任何的空间意义就被建构了。你知道东西南北，你知道左右，你知道前后，你知道上下，所有的框架定了，意义就产生沟通的可能。那这样的框架对德西达来讲是一种霸权，是不能被封闭为成一个固定的形式。解构就是要瓦解任何我们习以为常的固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被瓦解之后，意义才有可能被流动。对德西达来讲，任何意义的现象不应该是4个铜板建构的东西南北，而是好，所有的意义对德西达来讲，就像桌子上凌乱的铜板。你认为就4个铜板建构了空间的概念跟它的意义。对德西达来讲，这就是一种阅读的霸权。任何的意义在文本自身，或在生命，或在社会，或在这宇宙万物里面，都有丰富无尽的可能性。你不能用单一的方式约化了意义的可能，那是一种暴力。所有的暴力对德西达来讲都要被解构。所以我们读一本书就不能用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读。我们看一部电影思考人生的一件事情，做一个判断，就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而要多元不同的可能去思考。所以莎士比亚成为莎士比亚，老子成为老子，因为莎士比亚的著作永远是可以支持女人，反对女人，支持犹太，反对犹太，支持同性恋，反对同性恋。他可以各种用环境理论，用后殖民理论，用马克思理论，用女性主义理论，都可以阅读，开展出不同这个 reference 不同框架意义框架的可能。所以好的文本就像莎士比亚，它可以用不同的框架、不同的东西南北、不同的硬币去组合它新的意义。同样，老子成为老子，不是因为老子这个人的对道德经的意义，而是所有世代对老子的诠释产生不同可能性。所以好的文本也如同老子一样，它可以在不同时代我们去阅读它，都会产生新的可能性。所以对德西达而言，所有的意义解构并不是破坏了意义自身，意义自身如同这个桌面的硬币是无尽性的可能。那我们因为思想封闭而只把意义固定在一个我们熟知的、我们习惯的，甚至是所谓的意识形态里面。那对意义的阅读开展，就会在你所谓的社会学讲的路径依赖，你依赖你很熟悉的方式框架来决定这个意义。那好的阅读在不同的时代，像莎士比亚，各个时代都找出它的不同的铜板，开展出新的意义。那任何好的文本，像莎士比亚，它任何的文字，它都会推到边缘，然后尝试这文字的可能性。所有莎士比亚的文字，或许你这辈子读到它就不会再读到了，可是有些字却是永恒被传流下去。所以有些概念我们讲经典，是所以因为它在不同时代都可以开展出一个丰富的意涵。所以从橘子跟苹果的浊世今非，
跟铜板东西南北的框架的瓦解，产生多元的意涵，都在凸显出解构作为解构，永远是 think outside the box。你永远要打破既有的框架，来约束了意义的暴力，把它瓦解掉，让意义能像重新被开展出来的可能。所以在柏拉图的时候，我们讲过，有 idea 的人才是最有the rich rich person in the world， 像 Bill Gates 一样，他的 idea 来自于不管 Steve Jobs 或是这些 Facebook、Google 这些有创意的人，都来自于他能对现有的思维产生新的挑战，开展出符合现代需求的新的解构的一个创意。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先在这个单元做了一个解构的一个展演。好，请掌声鼓励。